我不是直播的吗？怎么到这冰山雪地里了？肚子还大了。金堂，傻妹妹，大伯他们让你去死，你还真去寻死了。女儿，你别怕，你大伯要是不容你，咱们就分家另过。我真的穿越了，这是原主的爹爹。原副都御史沈习之贪赃枉法，罪证昭彰，着即革职抄家，阖家发配边地，预设不还。小女的事儿就劳烦军头了。老周，头说的那个顶替的女人是在这个帐篷吗？不要！你们饶了我吧！爹，你刚才说分家另过，可是真的？这不行，我得把这事儿做实了。既如此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痛快。分，一定分。走得这么慢，看来还是不坚定，我得加点猛料了。娘，其实那晚官差想带走的是堂姐，是大伯父给官差塞了银子，才换成了我。什么？那沈须知的女儿是人，我的女儿就不是了。他当官时，我们没沾上光，还尽受他拖累。明明是他为了自家女儿把清堂推进火坑，却当众数落咱们清堂不守妇道。我们早就该跟他们分家。母亲说的对，我也支持分家。回去我就找大哥分家。天冷，别再把堂儿冻到了，我们先回家。哟，不是去死了吗？怎么还有脸回来？老三，你自己没本事，养个闺女也是个没骨气的。要是我家丹儿摊上这事儿，肯定会以死明志，我们肯定不会拦着。大嫂，你别太过分。怎么跟你大嫂说话呢？真是白养了你们20年，现在居然敢还嘴了。老三，你跟我过来，其他人都回去。爹，大伯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分家的事儿怎么说？你大伯这次答应的倒是很痛快，只是一直强调让我别后悔。在大伯眼里，沈家全都仰仗他生活，哪怕是流放，他也认为咱们是拖累。况且，大伯并没死心，估计想着给堂姐张鸾门好亲事，争取搭上能回京城的梯子呢。如今我一个未嫁女大着肚子，他怕我连累沈家，更怕我连累堂姐的名声。我呸！你这个样子明明是他害的，他还有脸嫌弃，妄想让自己的女儿飞上枝头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吧！家是分了，可以后怎么办呢？你们爹只会遛鸟，青稞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清堂还大着肚子。娘，也别太担心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北川县衙不是说可以对流放户提供基本的保障吗？咱们还是先想想明天去县衙要点什么吧。看看能借出多少银钱吧。咱得先租一个小院落脚，然后我去给人抄书信赚钱补贴家用。这北川县什么情况你们都知道，有几个舍得花钱代笔书信的？况且这里多是被流放的文化人，最不缺的就是笔杆子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刚分家就去跟大房低头吧？还不至于。明天看看能赊多少银钱再说。
希望能够找个落脚处，剩余，再有剩余的，就做个小买卖。不成不成，生意二字听着简单，学问大着呢，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。做生意旱涝不保，咱们赔不起，万一还不上赊银就完了。以前我爱看闲书，在一本杂记上看见过几个特殊的方子，等明天借到钱了，咱们可以拿出一小部分做小物件卖卖试试。还好我直播时做过肥皂，这些古代少见的东西我都会做。肥皂、白砂糖，如今可都是硬通货呢。清汤，你慢点儿。真美，你老可家做啥了？尝尝，熏一熏，去上你烤饺子。老三，看看你教的好女儿。恬不知耻，未婚先孕，还有脸苟活于世，你们早晚会受他所累。跟你比，我还差得远呢。我最多连累爹娘和哥哥，不像你，连累的是沈家全族。你，都这时候了，还摆什么架子？如果只借银钱的话，咱们家只能借100文。什么？100文？那也就能买5斤猪肉，简直是杯水车薪。凭什么他们能领1贯钱，还有10斗小麦？因为他们人多。这就跟信用贷款差不多。面黄肌瘦的一家4口，明显属于劣质客户。爹，你再去问问，除了这100文，咱们能不能也赊点小麦种，还有种地需要的工具。要小麦种干什么？咱们又不会种地。小麦种也是小麦，能吃啊。哦，能。你们看，咱们也赊到了2斗小麦种。得先琢磨琢磨，怎么利用这些物资度过寒冬。还账的事儿，稳定下来再说。斧头镰刀，三叔，我道你们闹着要分家，是想甩开我们过好日子呢。小看三叔了吧？三叔在家时就喜欢种花花草草，会种小麦算什么？三叔，来年大丰收了，记得也让我们尝尝。放心，看在之前同为沈家人的份上，明年你们若是揭不开锅了，我们自然会管你们一顿饱饭的。哼，保不齐谁接济谁呢？就你们那100文，连个院子都租不起，可别等过年的时候还在街上要饭。就是，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施舍你们的。咱不跟他们一样，这里是县衙，若是打起来被抓进牢里可不好办。那我先谢过各位兄弟姐妹了。不过1贯钱养活30多口人，也不算宽容吧？看来大伯跟二伯确实是兄友弟恭，愿意一起挤在小院子里。那大伯二伯可真是大方啊，就是不知道你们领的小麦种谁来种呢？到时候还望大伯二伯不吝赐教，毕竟我爹不如二位见多识广，想必种地也不如二位在行呢。老三，看在咱们是一母同胞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把这个贱丫头逐出家门，我就让你回来一起过。
青堂才不是什么贱丫头。大哥，你要再这么说她，别怪我跟你翻脸。大哥，别人说青堂也就罢了，你这么骂她，不亏心吗？为了保护青丹，把她推出去，你还是人吗？哎，三弟妹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什么时候为了青丹把青堂推出去过？那日官差来抓人，大家都在场，我可没跟官差交流过。大家都看看，堂儿已经这样，其他妹妹们可千万小心。有一就有二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胡说八道！明明是青堂自己不守妇道，你们少往青丹身上扯。我不守妇道。大伯，那晚我被押送的官差拖走前，亲眼看见你往官差的袖口塞了金板子。那是我想拿绝儿的长命锁把你救回来，你倒好，不敢也就罢了，还想反咬一口，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倒是不知道大伯这么低调呢。你刚才不还说没跟官差打过交道，怎么又掏出长命锁为我求情了？老三，你就没想过为什么只有青堂活着回来了吗？非要留这么个祸害，好自为之吧。走，咱们下馆子去。大哥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？大哥的事先不说了，咱们先想想怎么办吧。总共100文，连最普通的房子都租不起。大伯那句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知道孩子的爹是谁？先去吃点东西吧。娘，咱们买4个包子吧，1人1个，有面有菜，既能解馋又能顶饿。我不饿，买3个就行了。我们也不饿，给青堂买2个就行了。被家人宠着的感觉真好。爹娘，二哥，咱们一起吃。苦日子只是暂时的，咱们以后可以天天吃包子吃肉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，一起受苦，一起享福。你们要是再推辞，我也不吃了。奇怪了，怎么觉得以前大鱼大肉都没这肉包子香呢？比琼玉楼的招牌菜还香。可能因为饿久了吧？我觉得是因为咱们一家4口还能整整齐的。你说的对，只要咱们一家人还在一起，就足够了。道理是没错，但咱也不能住在人家的门口吧？晚上在哪儿歇脚呢？既然租不起房子，那我建议还是回城外。城外有山有树，咱们可以自己造房子，说不定还能捡些山货卖呢。可是，城外不安全吧？万一有虫蛇鼠蚁，被咬了就麻烦了。山里不光有人吃的，还有吃人的呢。我听说北川县可是有熊和老虎出没，还有野猪什么的。咱们可以买点驱虫的药，熊会冬眠，老虎和狼都在深山，所以问题不大。况且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咱就是暂住一阵子，等有了余钱再来城里安家。哟，我倒是谁呢？这不是咱三叔一家吗？怎么就坐在地上吃包子啊？是不想吃肉吗？三弟妹，我们中午炖鸡，你们来一起吃吧。这是我们刚租下来的院子，凑合住。现在穷，只能凑合住。你们呢？租到房子了吗？母亲，你糊涂了啊！三叔已经跟咱们分家了，人家都不屑跟咱一个姓，哪还愿意跟咱们一块吃饭？说的也是，如今你三叔和三婶儿都吃上包子了，估计是瞧不上咱们这只鸡了。
放心，我们三房再没出息，也不会吃嗟来之食。主要是我们吃不起，也没有第二个姑娘让你们卖。哼，20-30口人就住一进的院子，也不知道显摆个什么劲儿。咱们走。大伯二伯，以前不居安思危的苦咱们已经吃过，现在还是汲取之前的教训，珍惜度日为好。真是没教养，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一家子白眼狼，忘了以前在京城靠我们供养时谄媚嘴脸了。100万就这么去掉了56万。清堂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找温泉。啊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温泉？我之前想不开时，其实是想跳崖的，但因为肚子大，没爬上去。那上面有一个山洞，我闻见有硫磺味儿，10之8九跟温泉有关。前方极有可能是水源。就是没有穿来前见过的温泉清澈。天哪，我是做梦吗？大冬天怎么还有红花绿草？娘，这不是做梦。温泉是因为有地热水，所以周围自然能长绿草。你看那边山坡上还有积雪呢。还是我二哥知识渊博，不愧是咱沈家才子。还得多亏了你的这小狗鼻子，要不然咱们还得在寒风中挨冻呢。吃喝有留了，咱们今晚住哪儿呢？咱们先在这里弄点吃的，晚上还是得住在山洞里。那山洞不透风，也不怕老虎和狼。我想办法生火做饭，娘，你去捡些干柴，爹和二哥去找些木头做梯子，晚点我们能用到。还好做主播时，深耕如果穿越回古代这个领域5、6年，很多内容我都实践过。唉，你慢点儿，又没人跟你抢。以前在京城跟一群纨绔在一起，京城什么好吃的没吃过，但都没有这碗疙瘩汤香。是啊，刚分家那会儿我还挺慌的，现在觉得分了挺好。别看你大伯二伯现在挺欢，那么多人就那么点肉，早晚得打起来。不光为了吃，还得为住打呢。就他们租的那房子，不会便宜。不光不便宜，还小呢。他们20-30口人，有的争了。大哥向来说一不二，二哥也是个不吃亏的性子，长远看
真的是分出来更舒心。就是苦了你们的祖母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母亲看病。老太太如今最大的用处，怕是被当作争房子的棋子。求佛观横木坐提格笑。男家铺一间，女家铺一间，3间东厢房，姨娘们一间，公子哥儿们一间，小姐们一间。老身还没死呢，现在就没有我的房间了。剩下4间堂屋，大房2间，二房2间。长兄为父，一切按京中规矩来。家里的奴仆和物资由我分配，在京城中是我掌管钱财。照这么说的话，家里的银钱该我负责。钱财可以由你掌管，但是开支用度都需要知会我，得到我同意才能用。怎么就剩120文了？床也不够，被褥也没有。明天20多张嘴还等着吃饭呢。老二，你说的对，你是管钱的一把好手，家里钱就应该让你管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才是一家之主，确实应该由你来当家。娘，我来吧。本想做好叫你吃饭，没成想笨手笨脚，还得让你大着肚子来干活儿。哪有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娘亲了。你这丫头从小嘴就甜。我去给你打点温泉水洗脸。二哥，今天还得辛苦你继续砍树。爹，你会和泥吗？我们需要垒一些土砖。娘，你帮着找些干草碾碎，搅拌进泥里。我去山上找点吃的。桑黄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能止血，对辟邪有用。哎呀，我就说你这水加多了。清堂说要和泥，没让你和粥。我这不是头一回弄吗？你别念，我再弄点土加上就是。爹娘，我捡了一些冬菇，中午我们可以喝菌汤啦。你还怀着身子，千万小心。知道了。哎，本来说好等清堂及笄就跟宋家小子定下，就差3天。造化弄人啊！好好的千金小姐，现在怀着孕还不知道爹是谁。小声点儿，再让清堂听见了。嘿，不是你先说的吗？为什么后面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不过还好，那天只有一个人。我
真没用，做个鱼汤都做不好。你们大冷天捕鱼上来，我还把苦蛋弄破了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3回就是老夫妇。娘，你没发你已经会生火了，下次就能做好吃了。别说你，你看我爹，上午不是土多了就是水多了，后来不是就好多了？青堂说的对，不是你没用，是我们换了新的生活，需要摸索。你能放下大家闺秀的架子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娘，爹和妹妹说的对，咱们都是从头开始，慢慢学，日子总会越来越好。给我这个做什么？二哥、爹爹，你们把手伸出来。青珂，你咋不说呢？疼不疼啊？这玩意儿本有止血之效，但现在是冬天，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作用，先试试吧。青堂，你怎么突然懂这么多？哪里是突然，这些都是奶娘告诉我的。以前我想听故事，她就给我讲山里的事，只是之前都在路上，又用不到。反正奶娘早就没了，死无对证。这样啊？当然也不全是奶娘说的，我不是喜欢看杂书吗？有些是书上教的。不是我吹，我会的还多着呢。是，你最厉害。你呀，厉害不厉害先不说，都快当娘的人了，还这么不知羞。我闺女当然是最好看、最聪明、最聪明、最能干的。来，吃点松子，也算暂时有点油水了。咱们今天得买把斧子，之前那把都卷茬了，然后摆摊把山货卖一卖。爹娘，你们先看着摊子，我和二哥先去打听下行情。3斤7两8钱，983文。掌柜的，您看品相这么好，凑个整给1贯钱可好？好，1贯就1贯。明天我也跟你去捡桑黄吧，这玩意儿挺赚钱。附近就那么几座山，现在已经被我找了大半，剩下的最多还能卖个7、800文。我们还是得想别的门路。你打算做什么？种菜。种菜？咱们那儿有温泉，温泉边上现在就有路植，想必也能长菜。现在是冬天，蔬菜比肉还稀索，若能种出来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爹娘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应当是脸皮薄，不好意思叫卖。差点把这事儿忘了。大前朝商人地位低，爹和娘放不下架子也能理解。娘，我来看摊子，你带着爹和二哥去逛逛吧。10文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但能买到山货。男人和外室卷钱跑路，我把婆家珍藏的山货偷出来卖，不为赚钱，只为出气，给钱就卖。你婆家珍藏的就这种山货？咱们北河县山上到处都是吗？随口瞎说的话你也信？人家大冬天挺着肚子出来卖山货，我信。给我来10文钱的冬菇。就是，女人节最重要，哪有人会拿自己名声开玩笑？我要点木耳。谢谢。沈清堂，你真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，竟然出来摆摊卖东西。我还以为三叔闹着分家是藏了什么绝世珍宝，偷偷躲起来享福，没想到竟然是去捡山货来卖。堂姐堂弟，你们吃冬菇吗？看在亲戚的份上，给你们打8折、5折，这一堆只要10个铜板。就这破东西10个铜钱还打折？不打折也就10文钱吧？是打不打折的事儿吗？你不知道咱俩是干啥来的吗？哦，对，这是打折不打折的事儿吗？白送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竟然赚一家人的钱，你应该白送给我们。
要不是爹说花银子得互相监督，我才不带这个二傻子出门。咱们已经分家了，只能算亲戚。对哦，5文不能再多了，8文、7文，成交。给钱。看我做什么？我可没有钱给你救济要饭的乞丐。没钱你吹什么牛？我捡山货来换钱，不偷不抢，总比某些老把自己当千金小姐、官家少爷的人强。再说，摆摊儿怎么就是乞丐了？你的意思是这一条街都是乞丐？哪来的姑娘这般不懂礼数，说话让人这么讨厌？看这打扮，8成是京城流放过来的。这些人就喜欢狗眼看人低，过阵子就老实了。我瞧也是，从头讨脚这么严实，哈哈，做回京的春秋大梦呢。摆架子谁不会？又不能当饭吃，还不如人家这小娘子认清现实，靠双手谋生。跟他们废话什么？滚滚滚！哪儿来的滚哪儿去！别在这里碍眼。哎呦！滚滚！都怪你，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吗？什么话都敢说。让我现在亲你吧。小贱人！滚！没想到现实版的民愤比网暴还厉害。等会儿，二哥。老板，这把斧头还有这把剪刀也要了。好，加上修斧头的钱，总共220文。有一把斧头就够吧？这些不当吃不当穿的，娘，有些钱不能省。咱们盖房子要不少木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清堂说的对。娘，别心疼，我们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钱，你花都花不完。你呀，最会哄我开心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今天咱们就赚了1634文。走，下馆子去。下董子多贵，一顿饭200文就没了。要不咱们还是买些食材拿回去做。听你的，娘。好歹还剩点儿。娘，可能还得花一点儿。还有什么必须要买的？为了有后续收入，咱们还得买一张渔网和一部分蔬菜种子。温泉附近温度够高，应该能种蔬菜。小溪里有鱼，我们可以捕一些鱼来卖。辛辛苦苦4天，一朝回到解放前。现在我们又只剩100文了。这账让你算的，咱们买这些东西不是银子吗？父亲大人说的对，我们要再接再厉，争取下次赚2两银子。这东西以后可是有大用。咱们的日子也是好起来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咱们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咱们一起努力，将来当大钱的首富。首富可不敢想，我现在就想把房子早点盖好了，不用再整天风餐露宿的。对，咱们盖好房子，再种上几亩田，闲暇时钓钓鱼，日子也悠闲。我的心倒是大了点儿，我想凭本事回到京城，再考个状元。二哥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考中，到时候你做官，我经商，咱们称霸大钱，让爹娘安享晚年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吃香喝辣，安心的当个老顽固。是不是再给你纳2房小妾啊？当然，不行。
刚从河里捞上来的鲫鱼。这鱼真是新鲜的，如假包换，您看还活蹦乱跳的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娘，我们兄妹出门急，忘记带秤了。这些您给200文就成了。嘿嘿。咱们今天又赚了1关钱，赚钱也没那么难嘛。北市县就这么大，隔3差5来卖一次还行，若是天天过来，怕就没什么人会买了。是这么回事儿。其实也不难，就是需要时间而已。走，先去买点东西吧。再往深处走走，那里的应该更好。今天运气不错，这山里还真是处处有宝贝。棉被和棉衣都做好了，一会儿你们试试。下一步就要把盖房提上日程了。娘，一会儿进了城，你和爹去把县衙的债还了，我和二哥去摆摊儿。新鲜的蘑菇和木耳，走过不要错过啊！堂哥，你怎么出来摆摊了啊？当然是跟你一样喽，他跟你一样，不顾家族的脸面，非要带着他那个病殃殃的娘苟且偷活，自然被逐出家门了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们是主动分的家，靠自己劳动，吃得香，睡得踏实。而你的兜里能拿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铜板吗？怎么，在大街上无乱编排我们，大家就会高看你一眼了？我可没编排他，他娘得了传染病，大伯想让他娘换个地方治病，他却嚷着要分家另过，大伯这才把他们逐出了家门。你说谎！我娘得的不是传染病，她只是染了风寒。父亲他……就大伯那人，自私凉薄，还目光短浅，肯定是怕被传染。怎么不是传染病？不是传染病能全身红疹，还又拉又吐的。我娘她不是传染病，她不是传染病。若真是传染病的话，那你们肯定也被传染了。你别唬我！我唬你做什么？不信你去药铺问问郎中啊。我才不去，我又没病。是没病还是没钱啊？我怎么没钱？小爷我现在就去！哼，真是个草包。大
大家有没有需要山货的？全部是我自己上山采摘的哦，便宜又好吃。大哥，你真识货，这木耳能补气养血，不管是炒还是凉拌都很好吃。堂兄还有事儿？刚才谢谢堂妹仗义睁颜，为我解围。没事没事，举手之劳。这些山货我自己摘的，冬菇有抗炎的作用，红果能开胃，你可以拿回去给伯母试试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流落在外都不容易，何况这也是卖剩下的。多谢堂妹，真的多谢。你摆摊的位置不太对，很难有生意上门的。请问堂妹，我该如何做？首先，你的脸皮要足够厚。如今活着都困难了，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眼光？大家都来看一看啊！这位是京城云山书院院长的高徒沈岩，他的字在京城可是千金难求啊。如今可代写书信，代作画，价格亲民，不宰客。我没在云山书院读过书。哎呀，那是我瞎编的。出来混，身份都得自己给。来来来，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堂兄的字，行家们可以先品品。字如其人，应该是很正派的一个人。你可拉倒吧，正派的人能到咱们北禅来，都是被流放过来的。哎，这位大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是流放过来的不假，但我们是被牵连的。所谓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我刚才听他们吵架来着，这小哥是因为母亲重病才出来代写书信的。哟，原来是个孝子，来给我。可我全家都是北川的，也没有写信的需要啊。不只是书信，还可以写电招、情书、婚书、请柬，反正只要是字，我堂兄就都能写。我娘马上60大寿，你给我写个寿字吧。我中意的姑娘喜欢文人，你帮我做首诗。唱长翔了也。堂妹，等等，等等。怎么了，堂兄？其实那晚官差要带走的不是你，是沈清丹。那晚我去方便的时候，恰好见官差过来带人。谢谢堂哥了。小哥儿，快些啊！那晚我听他们说，是京城来的大人物点名要大房未出阁的姑娘。京城来的大人物点名要大房未出阁的姑娘，难道是大伯的对手？清堂，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二哥，你的鱼都卖完了？卖完了，那这是卖的银钱。走走走，带你买早豆去。啊，不用浪费那钱，我别舍不得啊，喜欢咱就买。二哥，我是真的不喜欢。不喜欢你能在人家的摊子前看那么久啊？再不济，咱买一颗也行啊。二哥，你真好。可我看早豆不是为了买，而是为了卖的。你还会做早豆？嗯。之前在杂书上看到过一个秘方，
有一种叫肥皂的东西，跟枣豆功能类似，我想做来试试。突然觉得我这10几年的书白读了，还不如你看那些杂书有用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若是沈家没出事，你学的才是文韬武略，而我会的这些都上不得台面。嘿，你这个小机灵，说的还真没错。二哥，现在有了本钱，咱们做点小生意吧。可以啊，你想做什么生意？就是我刚说的肥皂，那种廉价版的枣肚。你会做的话，当然没问题了。二哥，你不觉得当商贩丢人啊？咱刚才不是刚当完商贩吗？那不一样的，咱现在只是为了应急。我说的做生意是要一直经商。经商也没什么不好啊。以前是有点看不起商人，但现在知道了，经商也是凭本事吃饭的，不比朝中那些指点江山的大臣们差。衙门说咱们用钱的时间最短，就免除了利息，还说这么多年咱们是头一户在1个月内还上钱的。对了，那些桑红买了576文。娘，以后你来当家，大钱你管着，这些零散的当我接下来做生意本钱。我可没当过家，你主意多，还是你拿着。以前是没机会，但现在你是咱家的主母，你不当家谁当啊？娘，你别哭啊！我知道3贯钱不多，但娘你放心，我会努力赚更多的钱，让你当真正的豪门主母。对，夫人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早点盖好大大的房子。娘，等盖好房子，我就努力读书，争取考个状元，将来给你挣个1品诰命。我哪有那本事管那么大的家业？我能把你们爷儿仨管好，就阿弥陀佛了。爹娘，我要看郎中，还要把郎中请回家，给所有的人把平安卖。夫君，我觉得明儿闹的也不是毫无道理，正好可以找大房支些钱。账上钱若是够的话，大哥又何须把妾室和庶子逐出家门？什么逐出？明明是人家沈岩跪求分家的。夫君，你不是也想分家？要到钱咱们有好处，要不到分了家咱们也能如愿，不是？这，夫君，我知道你舍不得老太太，咱只是分家，又不是断绝关系，你还怕没机会孝敬老太太啊？咱的人比大房少了近1半，你又擅长做生意。倘若分出去，咱的日子肯定比现在好。饭都吃不上了，大哥还有心思摆弄文房4笔，有钱买这些，却没钱给家里人看病。老二，有事？大伯，我想请郎中看看。好端端的请什么郎中？你祖母病得那么重都没请呢。大伯，沈岩他娘得的可是传染病，要是不请郎中看看，1传10，10传100的，岂不是都病倒了？老二，你教的？你明知道是什么情况，还带着清明来闹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哥，你先别生气。我开始也觉得清明小题大道，可转念一想，咱们从京城到北川遭了那么多罪，让郎中瞧瞧，心里也有个数。你不当家，不知道当家的难。一大家子睁眼就得花钱，就宫中的这几个铜板，能请得起郎中吗？大哥，你都有钱买文房4宝了，却没钱给大家请郎中吗？这是借来的好不好？我想给以前的老友写封信，看能不能借点钱来应急。对了，二，你不是还往外借了不少钱？要不你也书信一封给他们，看看能不能要回来点儿。在路上我就求过官差帮忙寄信，
但都无一例外全部石沉大海。大哥，有寄信的钱不如先拿出来给大家看病吧。老二，你非要逼我是吗？我没钱。你想给大家看病的话，你出钱吧。反正在京城时，家里的营生就是你管着。以前确实是我管着，但钱不是都交到宫中了吗？若不然，大哥你现在给我一笔钱，我继续做生意来养活这一大家子。我哪儿来的钱？你们这是有备而来。哼，要钱没有，要分家倒是可以。但是你们要交2两银子才能走。凭什么？三房分家的事不用交钱，但我们就变了。哼，就凭县衙里赊来的钱，你们花了。大哥，2两属实太多。再说咱们也没借那么多钱啊，这样行不行？我给你打个500文的借条，等我们有了钱再还你。老二，你把算盘珠子都蹦到我脸上来了。钱你花了，小麦你也吃了，还想1文钱都不出，想的倒是美。大哥，看你这话说的，借钱画押的是你，还钱的自然也是你喽。好你个沈胭脂啊，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借钱时我也签了你的名字。大哥你怎么这样？身为一家之主，借了点物资还写我们的名字？怎么，你们做了初1还不允许我做15吗？还是那句话，分家可以，必须交2两银子。另外，还得把老太太也带上。凭什么？你才是老大，凭什么要我养？就凭你在这个时候闹分家。老三还分了呢，你怎么不让他养？哼，我倒是想让老三养呢，这不是找不到他吗？三叔一家好像还住在城外，约莫藏在哪个山洞里吧。我见沈清堂来卖过2次山货，他说是自己采摘的。爹，你和二哥干活越来越利索了，我看不用多久咱们就能住进新房了。那是，我俩现在也是顶级的工匠了。是，我和娘去卖山货了，2位工匠继续努力吧。鱼还挺畅销，去看看娘那边的山货卖的怎么样了。我没钱，真没钱。借过，让一下。我没钱，真没钱。三弟妹，你看看你现在的这副模样，哪里还有半点京城贵妇的样子？三弟妹，母亲现在需要请郎中，你们三房出点钱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大钱重孝，这话简直是杀人诛心。娘，你没事吧？他们要抢咱家的山货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娘，还要不要脸了？沈清堂，你耳朵聋了吗？二伯母刚说过祖母需要看郎中，你们家凭什么不出钱？你敢打我？打都打了，还有什么敢不敢的？你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小娼妇！你个不要脸的，连累家中姐妹的生命不够，还敢动手打人！沈清堂，你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动手打人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？哟，您这会儿又是我长辈了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把我推出去的时候了。沈清堂，你个不要脸的下贱胚子，跟野男人狗头弄大了肚子，还敢出门乱晃！北池县的父老乡亲们，我大伯为了保护我堂姐，偷偷的给官差塞了钱。小蹄子，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呢。三弟妹，你说你这当娘的也不管管清堂，咱不说别的，他这么大的肚子还出来跑，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？得了吧，要不是大哥，清堂哪里用得着挺着大肚子出来生活？弟妹，
不管咱们三家有什么误会，孝敬老人总归是应该的吧？我们也不多要，给500文就够。你们这么逼我，那我死就是了。小娘子，你还怀着身孕，可别哭伤了身子。有什么委屈你说出来。就是小娘子莫怕，咱们宁王已经籍贯，马上就要来封地。他们若欺负你，我带你去宁王府告状。张家老三，你快别吹牛了，宁王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你们几个闪一边去！没看见人家是家事，还去找宁王？咱们老百姓就讲个理字。小娘子，你莫怕。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可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。你们都知道我们是流放来的。知道。清堂，你也说了家丑不可外扬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再说。大伯母，我们已经被你们赶出来了，哪里还有家？你们为了救自己的女儿，把我推进火坑，看我怀孕又3番5次的羞辱，想要连累家里的名声，就想逼死我。小娘子别难过了，你再大点就知道了。有些人长得人模狗样，实际比畜生还坏呢。对，小娘子你莫怕。什么名声不名声的，过好日子才重要。你们先回家吧，母亲那里还需要人照顾。刚才你们这么多人气势汹汹的堵人家小娘子，现在人家才开口说2句话，你们走什么？还用问吗？做贼心虚呗。况且我们是因为大伯犯错才被流放的，到北川时身无分文，而他们多少还有些银钱，否则又怎能行贿官差？哎，清堂，你可把话说清楚了，是你大伯有钱，我们可没有。都是流放，为什么我们饿得面黄肌瘦，他们却养得白白胖胖？谁白白胖胖了？分家时我们没分1文钱，县衙的扶持也少得多。他们有10几个劳力，赚钱总比我们多吧？咱们都是流放来的，都穷，这总不是你们不管老太太的理由吧？小娘子，不管有什么恩怨，老人还是要管的。是，我们是该孝顺祖母，可孝顺不能只用嘴说，不是？我们现在还住在山洞里呢，要是有钱，我又何至于挺着肚子找山货呢？唉，这倒是，确实不好办，山洞里也不容易。当然，无论如何也是要孝顺老人的，要不然他们2家出钱，我们来照顾祖母。那怎么行？要真让母亲跟着老三去山洞住，那还不让人戳脊梁骨？我们也没钱啊，我们人口是多，可花销也多。况且咱们也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你祖母看病了，不是？你看，你们采了这么多山货，卖了不少钱吧？就当是我们借的，先给你祖母把病看了。母亲万不可去老三那儿，他手里还有些提己钱呢。山货回头可以再捡，还是先给你祖奴看病要紧。卖山货的钱除去吃喝，剩余的本想攒下来生孩子用。别的不说，被褥和产婆总是需要的吧？是啊，有道理。生孩子才钱，老人病也急。养老难道不应该是儿女的责任吗？为什么要花人家小娘子生孩子的钱？就是，一个个的垫人家一个孕妇娘子的钱，还京城当官的呢，真不知羞。大哥、二哥，给母亲尽孝这事儿确实轮不到堂儿，我和你们一起去医馆，哪怕是给郎中磕头，也把母亲的病先看了。看病的钱咱先欠着，最后平分总可以了吧？我就是郎中，可以给令母看病。就冲着小娘子的面子，我允许你们赊账。3兄弟联名签借条就行。谢谢郎中，您的恩情，清堂铭记。我瞧你这衣裳都是新做的，手里肯定有钱。既然有钱，咱们又何必去赊账？
要不然这样，你们先拿钱给娘看病，算我们两家借你的，可好？大嫂，我们不比你们在城里，在山里不穿棉衣就冻死了。况且这棉衣来年还得拆成被褥，给清堂生孩子用呢。不像你们，棉衣外面还能套一层体面的单衣。大伯母、二伯母，身为孙辈，我愿意为祖母尽孝。这样吧，我可以把钱借给你们，但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这钱得在我生产之前还我；第二，倘若还不了钱，沈清明得给我打3个月工，到时候我说做什么，他就得做什么。若是你们同意，咱们就请父老乡亲们当见证人，签字画押。你想得美！我凭什么给你打工？我才不要！我们院子那么小，哪有给你生孩子的地方？你还不要？你爹娘都没说话呢，还京城来的，真没教养。对，小娘子都愿意拿钱给祖母看病了。你们还拿上桥了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分明打的是刘备借荆州的算盘。真不知羞，还京城来的呢。死匹夫，听过一层。我跟你们女眷说不着，你们把三弟交出来。大伯，你想找我爹的话，得去山里，还得走快点，要不然怕是赶不上回城。我们住的地方离城里有点远。我是说，让老三来见我。为什么？你又不是我爹的爹，凭什么命令我爹来见你？就凭长兄为父，我是他大哥，还经不得他来一见？这会儿又长兄如父了，把我往外推的时候怎么不提呢？合着您的长兄如父仅限于对我们端架子耍排场啊？难怪会分家，有这种大哥我也受不了。沈家我知道，听说是他们家一个当御史的乱说话，惹恼了皇上，才被流放的。看做派，这小娘子的大伯8成是那个御史，这嘴是挺欠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清明，快帮我扶你大伯回家。回家？不应该先找郎？哎呦，娘，你掐我做什么？你爹让你干啥就干啥，啰嗦什么？夫君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，别吓我啊！沈清堂，给我等着！我看这蘑菇就不错，给我来2斤。你唱些是个仙，生成山间。我药铺恰好缺点桑黄，把你这些都给我吧。先生，多谢您刚才愿意为我祖母看病，这药材我送您了。哎，我哪能占你的便宜？再说，你生孩子还等着用钱呢，稍微便宜点儿就成了。请歇。小娘子，你下次若还有山货，就送到这条街最南头第3户。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；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绕城校进士，白天是抗多人的欺负阿锦吗？有桃这么当大哥的吗？竟然带着那么多人欺负你们！我找他去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别去了，我们没吃亏。行了，现在去城门都关了，根本进不了城。别折腾了。放心，今天大哥他们2家都没占到便宜。清堂现在可厉害了，3言2语就说的大房和2房的人还不了嘴，最后大哥是被抬走的。大哥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大伯下不来台，战术性装晕了。我从没想过这琉璃还能安在窗户上，真有你的，清谈。都是书里学的，我还想着用这玻璃做一些种菜的大棚呢。这段时间肥皂卖的也很好，赚了不少钱呢。最近好事连连，晚上我们做些菜庆祝一下。
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，该考虑考虑二哥的事儿了。我什么事儿？当然是你考取功名的事儿了。总不能一直跟着我们种地吧？就是，你祖父早就看出你大伯不是做官的料了，要不是嫡子，哪轮到他呀？如今看来，你祖父的眼光确实没错。要不是你大伯在夺嫡的事上妄加评论，你祖父也就不会被气死了。没事儿的，二哥，即使没有青云梯，我也能成全你的凌云志。不过，在给二哥架青云梯之前，我得给咱们的生活再加一把热气。哦，加什么热气？我要把分泉通到咱们的房子里来，这样一来，冬天就会暖和了。好，听你的，你来指挥，我和青稞来做。青堂，你还别说，自打通了热气，屋子里是真暖和啊。咱不能只顾自己暖和，今天得给衙门里送点礼，让他们也暖和暖和。让衙门暖和？咱也没啥东西能让他们暖和啊。我说的是心里暖和，咱给县令夫人送些香皂，再拿几块小房皂给其他的县尉和主簿什么的，谢谢他们对咱们的照顾，这不就暖和了？有道理。既然你打算长期做生意，一起进去吧。总归得混个脸熟。咱不是还有鱼吗？也送一些。咱们去后门，这里人多。不，咱们就走正门，人多更好。送礼这事儿，一般不都是瞒着人的？瞒不瞒人需要看送什么礼。咱们送的礼物最贵的就是香皂，目前就北川来说，应该还有市无价。再说还都是我自己做的，也算不上行贿。所以这礼就要当众送，大张旗鼓的送。你若是男儿，祖父应当会很高兴。若祖父还在，我怕还在沈家当米虫呢。还不到衙门办公的时辰。谢谢婶儿。不过我不是来办事的，我们是来谢谢官差大人的。小娘子，要有公事，你过1刻钟再来。官爷，我和哥哥是特意过来跟你们道谢的。1个多月前，我们刚到北川，跟衙门赊欠了些银两和麦种，前几日刚刚还上。是你们啊？对，就是我们。我们感念县令仁慈和各位官差大哥帮衬，给大家带点自己捕的鱼。鱼不大，您别嫌弃。给我吧，大哥。您一会儿还得当差，沾一手鱼腥字不好洗，我给您送进去吧。我还做了点箱子和肥皂，用途跟早都差不多，想送给县令夫人，能不能一起进去？你们倒是挺周到，跟我进来吧。大家放心，咱们北川县官差都是好人，我们还了借衙门的钱，他们都没收利息。你们多跟他们学学。他们到咱们北川后，不到半个月就还清了衙门借的钱和种子。咱们县太老爷为了鼓励他们，把1年的利钱都免了。县太爷仁义，县太爷治理有方。这送锦旗的套路，到什么朝代都好使。赵县有心了，
往事。你们有心了。请。我夫人在后院，你自己进去吧。这是给县令夫人送的香皂和肥皂。夫人，这是京城过来的，他说给您送点儿香皂。夫君怎么让一个流放犯到后院来了？这香皂是做什么用的？熏香，用处与枣栗大致相似。您手里的叫香皂，我加了一点香料和凤仙花调制颜色，用来洗澡、洗脸都可以。那白色的叫肥皂，可以用来洗衣服，比早露洗的还要干净些。这是京城流行的玩意儿。不对，来的时候应该带不了任何东西。这是你自己做的？确是民女做的，也不是这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想感谢大人对我们的关照。你有心了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礼，真不知道老爷怎么想的。全县衙的人都很满意，清堂你这招真厉害，换平时，咱们恐怕都见不到县太爷的人。哪有二哥你厉害？以你的性子，能屈能忍才是大丈夫。嘴甜也没糖吃。快走吧，一会儿抢不到好位置了。卖肥皂啦，便宜又好用的肥皂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能洗衣服？你这儿真能洗衣服，看着倒是飘飘了。多少钱一块？肥皂小块的3文钱一块，5文钱2块，大块的5文钱一块。倒是不贵。这个怎么用？先把衣服打湿，拿着肥皂在脏的地方这么蹭几下，然后搓洗就行。给我一块试试吧。开张是开张了，怎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？二哥，你先看着摊子，我去就来。好，你注意身子。文姨娘，你们搬家了？大房二房这么有钱，这院子的月租怕是不止500文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能不能借一下家里的木盆和热水？我没有，你去别家吧。文娘，谁呀？没谁，就是个问路的。问路的？你才来北川几天，还能给人指路？不会是你夫家又来人了吧？没有，真不是。你夫家可是把你点给我们3年，咱们有言在先的，这3年里他们不许上门，你也不许回去。要让我知道你偷拿我们家钱物接近你夫家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是谁？来我家做什么？你找文娘？我想借洗衣服的木盆和热水，刚开门的娘子说不借。哼，你不是说他是来问路的吗？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
要你来是给我们王家开枝散脉的，不是来添晦气的。夫人饶命！夫人，这位娘子跟我说你们家不借，我就又问她哪里有卖新木盆的，确实算问路。你们认识？我跟我哥在那边摆摊卖肥皂，但是大家没见过，不会用，所以我才来敲门借木盆。若是可以借给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们洗一盆脏衣服。真给我们洗一盆衣服？当然。你把木盆跟脏衣服给他。是。再给他一桶温水。你也跟着，看着他们点儿，别回头弄坏了咱们家衣服。父老乡亲们可以看看，衣领袖口的油污是不是平时最难洗干净的？是啊，最难洗的就是这儿。大家看看，是不是干净了？确实干净了不少，比我家娘子用澡豆洗的还干净些。真干净啊！给我一块，给我2块，我要2块。小娘子，咱们商量个事儿。这样，我不用你洗衣服了，你用完盆给我块肥皂行不行？没问题。看好家里的物件。是。这肥皂是干什么的？洗衣服用的，和澡豆差不多。我来吧，动了手很疼，你还是孕妇，不能受寒。谢谢。这个叫香皂，跟肥皂成分差不多，但是额加了点香料，可以用来沐浴、洗脸，留香持久，而且比澡儿便宜。二哥，你去买点冻疮膏。不用不用，我不疼，这还不疼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在王家？不想说就算了。郎中说1天2次涂在冻伤处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们能赚钱，1瓶冻疮药还是送得起的，你安心收着。再说，你今天还帮我洗衣服了，算是谢礼吧。哪里是我帮你，明明是你帮我。这些衣服本该我洗。为娘，你是在帮人洗衣服吗？幸亏你们分了家，真好。以前在京城时，别说大房二房的嫡出，就算我们这些姨娘也看不起你们3房。大爷有权儿，二爷有钱，只有三爷什么没有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只有三爷有情。换做寻常人家，哪怕明知道你被人害了，也要逼死你。可是三爷没有，他宁愿分家也要保护你。我确实很有福气，但死过一遭后，我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自己。文姨、文娘，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是你要不想做，有的是办法。你是卖身给我二伯了，但如今已经被流放了，你就是和我们一样的罪民。到了北川就是普通百姓，没必要听我二伯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他拿我儿的命威胁我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不是来给王家做工，我是来做点妻。
签了3年契。沈心之说，我若是不答应，就把我驱逐出沈家。可我儿才10岁啊！不止我，还有月娘也被逼着去做奶娘了。二伯太过分了，谁让我们遇人不淑呢？你可以像沈岩大哥那样从家里分出去。他们能分出去，是因为你大伯是做官的，要脸。你二伯就不一样了，他以前经商，重利不重名。就算我死了，他恐怕也只会赶紧给我找个需要命妻的人家卖出去。大伯和二伯就算没能带出钱财来，在京城也多少还有些旧交情。他不清楚，反正大房和二房整天闹着要分家，谁都想多花，却不想干活。后来你祖母发了火，就做主让他们分家不分院儿。你大伯稍微好点儿，只让家里跟过来的中奴出去打工。你二伯，除了你二伯母和几个嫡亲的孩子，都被赶出来打工了。文娘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偷懒上瘾是不是？二伯真不是东西。娘，我们今天碰到了二伯家的文姨娘。娘，文姨娘在王家做什么？二根是掉到钱眼里了，这钱也赚。文姨娘应该是做了点妻。不只是文姨娘，月姨娘也在内城给人家当奶娘呢。作孽！二哥真不是东西，为了几个铜板，连自己的女人都能卖，吓我一跳。二哥二嫂一直唯利是图，到处正事也像他们的风格，你何至于这么生气？但我知道二哥为了贪墨宫中的银两，悄悄开了些小铺，挂在二嫂远房亲戚名下。啊，哼，这也太过分了！还是咱们家好，一家4口能吃饱喝足，还有住的地方。对，等来年开春，我去开2亩荒地，种点粮食够咱们吃，平日里去摘点野果打打猎，这日子不比在京城之差。嗯，等春天清堂就该生了，到时候你们爷儿俩去赚钱养我娘儿仨，我就洗衣做饭带外孙。等清堂坐月子，我就接班去卖肥皂。爹娘，你们不知道清堂做的那个肥皂卖的有多好。一会儿吃了饭，我去做几个好看的模具。距离科考还有3年，足够打通从北川到京城的路。到时候一定让二哥风风光光的回京。大哥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还拉不下脸。文姨娘只换了个主家生活，我们生活质量就直线上升啊！二弟说的是，大哥这院子好生气派，祝大哥前程似锦。亲兄弟，要是发达了，可别忘了亲兄弟。那当然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可惜的是，不知道老三在哪儿，要不然今儿个也让他们一家子沾沾光。是啊，就三弟那绵软性子，不知道窝在哪个山洞里呢。恐怕从流放到现在都没吃过肉。老三真可怜。是不是有人背后讨论我的帅气？夫人，今天做点好吃的给我补补吧。我刚打喷嚏了。瞧你那出息！你不是刚放下饭碗吗？晚上火锅？火锅好。正好上次卖鱼的时候，卖烟花的跟我换了条鱼，今晚咱给他放了。
东西怎么像传信烟花？山谷里没有风，月色又好，不如去泡温泉赏月。清堂怎么了？娘，没事儿，就是不心把新茶壶掉进温泉里了。那你早点上来啊！茶壶掉温泉里，动静这么大。你受伤了。这是我家，我可以救你。这山谷中只有我家，掐死我你也活不了。你还能走吗？我房间有金疮药。我先把茶壶拿掉。这武力值，不知道他收不收徒。这位大侠，了吧？死不死的，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吧。爹，啥是尽人事听天命？尽人事就是有啥药就喂他啥药，听天命就是他能活就活，活不了就是命不好。你们都去睡，我来照顾他，总不能全家一起熬着。他真想杀人，醒着和睡着都没区别。你干什么？我问他好点没，他把我扔出来了。扔出来？他把救命恩人丢出来，而且他不是受伤了吗？这个救命恩人他认不认还两说呢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我们救你的命，你不感恩也就罢了，还……臭！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年纪轻轻这么不讲武德！约翰，他武功很高，却没真伤咱们，大约只是不想人多烦他。他欺负你怎么办？我听说有的人饿了就会脾气不好，说不定吃点东西就变得好说话。打扰一下，我可以进去说吗？我当你同意了。
怎么没把我扔出去？大侠，我们一家4口只是普通人，我们只想活着，不想惹事也惹不起事。救大侠一命，不图大侠感念我们的救命之恩，只希望大侠别恩将仇报。若你外，不若尽早离开；若伤得严重，更应该离开。毕竟这山谷里就我们一家4口，没有郎中也医治不了你。这眼神跟大学生似的，清澈中透着愚蠢。二哥说他脑袋上有个包，不会是失忆了吧？敢问大侠姓甚名谁？真失忆了？不是吧？大侠，你可还记得自己从哪里来？那你还记得？要不是看你长得不错，难道是嫌我打扰他吃饭了？那我安静的坐他旁边总没事吧？1、2、3、4、5，多一个。这丫还是个强迫症，怎么样？这家伙不只是失忆了，还有强迫症。可不就说呢，吃馒头必须是双数，跟他说话语速还得慢，一不注意就被扔出来了。要不我们报官吧？唉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们总不能在家里供着个个来历不明的祖宗。他一顿饭要吃掉咱们平时1周的菜。我同意。这家伙吃饭时，桌子上必须是4个人。自打他来了，我就没上过桌。晚上还得打地铺，床都没得睡。报官容易，可是他武功这么高，那些官差能抓到他吗？若抓不住他回来报复咱们怎么办？就是抓走，对咱们也不是好事儿。咱们这山谷就暴露了。不说别的，就这婚权就足够让达官贵人把咱们轰走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供着这么个祖宗吧？青稞睡哪里？再说，咱们是真养不起啊。明日我们带他去城里丢掉。啊？丢掉？他一个大伙人怎么丢？再说他这么重的伤能去城里？我们把他带到城里就跑，若他找不回来就万事大吉。若找回来，再议。至于伤，他都能这么扔咱们了，证明伤的不够重。不算什么。你衣服那么脏，还躺我床上，能不能换一件？诺，我的新衣服先给你穿。差。你差，这是新衣服，哪里差了？换。没有，就这一套，爱穿不穿。这小子怕是来历不简单，他衣服的料子比京城达官贵人们穿的云锦还好些。我也觉得他家里应当非富即贵。你看他食不言，寝不语，餐桌礼仪，如果不考虑那些龟毛的行为，确实不像一般人家公子哥哥。这么有来头的人，怎么好端端掉进山谷里呢？可能是我的那根烟花惹的祸。这种烟花一般会被用作传递信号、求救、报位置或者其他。唉，都怪我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何况你也没做错什么。当下解决麻烦更重要。一定不能再把他带回家。一家4口，他受迫害最深。
日子就是日子。啊！爹娘，你们推板车去沿街叫卖，我跟二哥在集市上摆摊儿。好，我和你娘去溜街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别惹火身，就算送也得出城前送。他在我们家折腾了一天，药材吃食哪样不是钱？让他帮着吸引下客人，怎么了？家里衣服洗干净的看过来，头脸出油的看过来。衣服洗不干净怎么办？头发出油能治？把这祖宗忘了，不能扔，扔出去就没有钱了。你还想不想吃肉？扔吧，扔我总比惊吓到顾客好。塞上耳朵就听不见啦。1、2、3，汉训书。22个，甚好。大家听我说，虽然我解决不了大家的问题，但是我家的肥皂和香皂可以。这个叫香皂，不光闻着香，洗脸洗澡还洗得干净不紧绷。大家知道周员外吧？他家小姐都用这个。周员外就有钱的能，你别吹牛。我相信这姑娘，我娘家的表妹的三姑的儿媳妇在员外家做工。她说周员外家的小姐和大丫鬟都用香块洗脸，还说比澡豆好用。那个粉红色的小香皂多少钱？给我来一块。这个6文钱。21个。这可不行，我留他是要靠他的颜值卖肥皂的，一点没用上，他还在一边捣乱。想吃肉就得举着。是。给我一块，我要香的，我要粉色的，我就要那公子手里的那块。好，就这块。肉。行，吃肉。肉。请坐。1盘红烧肉，2个馒头。青堂，我就不进去了，要不然还被扔出来。你等着，我去方便一下。赶紧走，二哥，别等他反应过来。咱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？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就算不计较他动不动就扔咱们，但论他衣食住行那么挑剔，咱们养得起吗？何况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，留在身边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咱们还是不要冒险的好。给我留一块，还有香皂没有？今日真没了，下回赶早。他身上没钱，会不会被店家难为？他武功高强，不会有事。那小子确实多少有点恩将仇报，但是他心智明显不健全。唉，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还有点不忍心呢。那是因为咱们都是善良之人。青堂说的对，我们又不欠他的，救了他又没图他回报，只是不想继续帮了而已。
下次再来，恐怕得准备好摊位费和税钱了啊！咱们又没有固定摊位。我和二哥来的路上，正好看见衙役在贴布告，说以后集市上的流动摊位也要收摊位费和门摊税了。还是家里好。对，感觉出去这一趟，整个人都要冻透了。清堂，我记得你写的一首《簪花小塔》，现在怎么字这么丑了？都说一孕傻3年，有不吃酸的人怀危基金能干喝醋呢。我怀孕了，写字难看也正常。哦，这样啊，以后记账还是我来吧。目前你的身体是最重要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发工钱。咱们账上有盈余，当然要先发一部分工钱，每人100文，以后就按月发薪。一家人还算这么清楚。亲兄弟明算账，活是大家一起干的，赚钱了当然要分一分。不是有公账吗？还分什么？以前家里也有公账，每个人不也有利银？更何况以后家里还要添丁。钱，这是我的钱。给钱。这家伙怎么回来了呢？回来就回来，还抢我的钱。算了，还是给他吧，省着再被扔出去。给钱。给钱。给钱。要不，咱把家里的钱都给他。你别太过分。虽说骗你不对，但是是不是你恩将仇报在先？我们好心救你，你呢，动辄就打扔我们。清堂说的对，是你恩将仇报在先，我们才骗你的。你别欺人太甚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，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。给钱。你是说给饭馆钱？肉钱。所以你跑回来就为了让清堂去给你付饭钱？你都跑了还给什么饭钱？一会儿城门就关了，我们现在去会回不来的。明天我一定去给饭钱。给钱。这丫还是个倔种。有种冲我来！放开我妹妹！放开我女儿！我跟你去！等等，你总得让我先拿上钱吧？你放我下去！我跟你拼了！别伤我哥，
否则我就不去付你的肉钱了。爹娘，二哥，你们别担心。看样子他只是想让我去把饭钱结了，付完钱我会想办法让他送我回来。可是现在进城定然是赶不上出城了，到时候城门关了你怎么办？只能多带些钱，在城里找家客栈落就脚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们也一起。我是去还债而已，咱们一家人都去城里，岂不是会花费更多？钱哪有人重要？娘，你看他是要带着我飞的，你们能追上吗？万一他还愿意送我回来呢？住客栈别心疼钱，找大客栈住上房，别住车马店。听你娘的！大侠，敢问尊姓大名？你还记得的家在哪里吗？你一直这样，还是失忆了？你叫什么？季彦石。你家在哪儿？你还记得以前的事吗？我不问了。真是黑了，混！各位行行好，再宽限2天成不成？我们前2天来，你就说宽限2天，2天又2天，耍猴呢！虎爷，借我2个胆，我也不敢耍您啊！本来今天是能凑齐的，结果碰上个吃饭不给钱的。明天我一定给您补上，您看成吗？你还有心思请别人吃饭？那是你的钱吗？那是我们虎爷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少1个子儿，我就卸你一条胳膊。三儿，别那么粗暴，明天补齐也不是不行。你这饭馆1天最多赚个50文，是最多50文，有时候就20-30文。敢骗我？你1天最多赚50文，明儿哪来的100文给我？不是欠50文吗？50文是今天的数。我们兄弟几个大老远过来，总得喝碗茶吧？这钱是不是该你出？虎爷，求求你给我留条活路吧！我是真的交不出这么多钱。没想到为了甩掉季彦石，会给掌柜惹这么大祸。掌柜的，我来给你送中午的饭钱。你们是谁？跟掌柜的什么关系？我这兄长脑子不太灵光，中午吃饭没给钱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姑娘。捡起来！给钱。看你娘们儿唧唧的样儿，还挺狂。给我揍他！给钱。给钱。给。你把钱给掌柜的。赔钱。显然这一出之后，掌柜的生意只会更难做。
你们还不走，是等着被扔出去吗？你们给我等着！谢谢二位救命之恩。实在抱歉，家兄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你看看荷包里的钱足不够赔偿您的损失，若是不够，就想办法让季彦石赔。姑娘，我这借花献佛，谢谢您二位出手相助。是我们给你带来祸端在先，你拿着这些银钱重新添置些桌椅吧。闹这一出，我这店哪还能开得下去？那虎爷是县太爷娘舅的外甥，平日里没少盘剥我们，我打算带家里人移居他处。那你尽快离开吧，我怕一会儿他们再回来找你麻烦。多谢姑娘提醒，多谢。姑娘，你们也快些离去吧，我怕虎爷一会儿又带人回来。有季彦石在，我怕什么？今晚就住这儿了，连客栈的钱都省了。吃肉。你把铜板捡起来，我去做饭。50文1文都不能少。不跟傻子一般计较。吃饭。洗手。穷讲究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你年纪轻轻四肢健全，却让一个孕妇给你洗手，你怎么好意思的？洗干净就行，再擦秃溜皮了。吃饭吧。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为什么会穿一身红衣？不说拉倒，我还不想知道呢。我想回家。你送我回去，我明天还给你做肉吃。哎呀！吃亏的明明是我，他咋还一副被玷污了的样子？你去哪儿？是要送我回家吗？是城门的方向，看来他真的是要送我回家。你这是怜香惜玉？明明搂着我，身子又非要保持距离，还不如拎肩膀舒服呢。咦，大伯家搬家了。
爹娘和二哥一定是不放心我，才迟迟未睡。爹娘，二哥，我回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回来的？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又跟了回来？手怎么这么凉？快进来暖和会儿。不是说好若是回不来，就在城里住一晚上吗？怎么不烫死他？你没事就行。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？是他把我带回来的。我们在餐馆遇到了一些麻烦。阿弥陀佛，幸好有厌食在。这就厌食了。没想到他品性倒是不坏，知道吃人饭要给钱，砸坏东西要赔钱。品性不坏还抢人茶喝。哼，咱们以后去城里卖香皂，再碰见虎爷，怕是会有麻烦。我正好想跟你们商量这事儿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想接下来一段时间带着季彦时去出摊儿。不行，他动辄就犯病扔人，万一他把你扔街上怎么办？那虎爷见过你，又没见过我们。你以后就在家养胎做肥皂，我和爹去城里摆摊。我觉得青稞说的对，以后你跟你娘在家里，我跟你哥出去赚钱养家，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儿。青堂，你现在月份大了，去城里一趟差不多20里路。再说拿燕石是外男，你们俩在一起，对你名声不好。况且他那心智也靠不住呀。你们说的我都想过，一来他武功强，能保护我；二来若是能在城里遇到他的家人，那咱们就一劳永逸了。再者，盖大棚的事还只爹爹和二哥。要不这样，我先陪青堂他们去城里摆几天摊儿，最起码能帮着推推板车，青堂也不至于太累。北川冬日时常有雪，咱们房子盖好前都没下过雪，可见是老天保佑咱们。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最爱东山晴后雪，阮红光里涌银山。倚杖望晴雪，溪云几万重。你们喜欢作诗就作呗，咋都还看着我。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吃肉。你属猫的，走路没声要吓死谁？吃肉。大清早吃太油腻了不好。吃肉。我去做，家里有猪肉、羊肉，你想吃什么？娘，你怎么还帮他？人家昨晚把你带回来，吃点肉怎么了？恐怕吃不了肉，外面的柴草被雪打湿了，怕是点不燃。你幸灾乐祸个什么劲儿？他吃不了肉，咱们就能吃上早饭吗？吃肉。这雪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还越下越大了呢。吃肉。少爷，外面下雪呢，做饭得用干柴。我这不是在想办法。吃肉。他是不是脾气变好了？有吗？有吗？
有，他之前最多重复3遍就要扔人，今天他都重复6遍了，还没扔清糖。我就说他本性不坏。对了，我之前烧制玻璃时烧了很多木炭，就在窑洞里放着。那洞不小，我们可以在里面做饭。你的吃肉，这里边有肉。吃肉，吃肉。先将就一下，中午吃涮羊肉。他一会儿不会把咱们都扔出去吧？外面可下着雪呢。扔就扔吧，不就是再脏点衣服？他现在好像确实不会扔清糖。看我干啥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没欺负你吧？娘，真没有。估计是我说给他肉吃，所以才不扔我的吧？对，应该就这样。真没想到，这季彦时看起来像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，竟然还这么贪嘴。这该死的雪什么时候停？雪再不停，家里怕是得揭不开锅。家里的肉都吃完了，咱们倒是好说，可这燕食……吃的还好说，就怕再这么下雪，咱们屋顶要塌。少爷，帮帮忙，把房顶上的积雪弄下来好吗？少爷，你把房顶上的积雪弄下来，中午给你做肉吃。真给你做肉吃。把雪扔出去，不能留在院子里。晚上也吃肉。这佩服啊！这少爷可不是那么好奴役，你中午打算怎么变出肉来给他吃？你想都别想！娘，爱会消失，对吗？我在娘心里都不如一只鸡。你少来，这么小的鸡能有多少肉？你都这么大月份了，还敢蹦蹦跳跳的，都要当娘的人了，稳重点儿。这也是肉。吃肉，鱼肉也是肉。我只说请你吃肉，可没许诺你吃什么肉。吃肉，吃肉。鱼肉怎么就不是肉？吃肉，这就是肉。
为什么扔我？吃肉。那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肉？吃肉。没有。是。来，有本事你扔我！今天我就不给你肉吃了，你能怎么着？原来我惹他不高兴，他就扔其他人。是，我承认我耍小聪明哄你不太对，但你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帮点小忙怎么了？屋顶要是塌了，你也没睡觉的地方。吃肉。我真是脑子被驴踢了，才试图跟傻子讲道理。行，吃肉是吧？有本事你自己去弄肉回来。这山上野鸡野兔多的是，你弄回来我就给你做肉。啊！这就走了？鸡眼是不会真打猎去了吧？谁知道，这么大的雪，野兽都冬眠了，它上哪儿打猎去？我就随口一说，他还真去了。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吧，最好走了再也不要回来。哼，省得天天祸害咱们，祸害咱们仨。你说这雪什么时候停啊？不好说。再不停，家里面粉真要空了。没事儿，大不了把溪水旁养的那些鱼都吃掉。不行，还指着那些鱼卖了过年呢。那杀鸡，你想也别想。娘，我在你心中地位低到不如鸡和鱼啦？嗯。我小外孙就快出来了，等他出来，那些鸡大概就能下蛋了，得留着给我外孙补营养。娘，你真好。我一共就2个女儿，不疼你疼谁？不知道你姐现在怎么样，会不会因为受咱们牵连被婆家苛待？肯定会。出家的女儿虽然免于流放，可没了娘家，在夫家的日子恐怕不好过。你想姐姐的话，写一封信给她应该没关系吧？信不能寄，咱们现在是罪人，你姐夫还是官绅，怎愿跟流放犯扯上关系？不认同，但能理解。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咱们的信件就是他的丢官符。所以你也不跟外祖母家联系，是因为怕连累舅舅他们？也怕他们知道咱们的地址，掏空家底来补贴我。你外祖母家已经不复当年，日子也不好过，我怕你舅母们再闹僵起来，没必要。那我爹爹那些狐朋狗友，怕是现在散了个干净。不清楚。娘，你真好，总能替别人着想，活得也通透。说好话，今晚也没肉给你吃。哎呀，说起吃肉，你说季彦时去哪儿了？不清楚，也许看咱家没肉吃就跑了。